你信不信？欺骗过你的人会替你生病，欺负你的人会替你受苦，不还你钱的人会替你挡灾，伤害过你的人则会为你消业。正所谓因果有轮回，苍天饶过谁？你只管善良就好，不要去怨恨别人，怨恨会伤到自己。把一切都交给时间，与人为善，福虽未至，祸已远离；与人为恶，祸虽未至，福已远离。当你的修为越来越高的时候，就会真正的理解每一个人，他们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只是处在不同的能量频率之中，显化出了不同的状态而已。当你明白到了这一点，就会生出真正的爱和慈悲。红尘俗世中，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有些人因为生活的曲折与考验，性格受到扭曲，因此来伤害你，抹黑你，或是压迫你。这都是人生修行道路上的障碍。世有轮回，因果往复，缘起性空，人世中的一切都会以它来时的模样过去，以你栽种下的善恶浮现出结果。老天不会薄待任何一个良善的人，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分作恶的孽。那些曾经对你凉薄过的人，必然会自食恶果。欺骗过你的人，会替你生病。古人说，祸从口出，患从口入。人说话，无论一字一句，都会在命运之中结成缘法。多行不义必自毙，总会谎话的人，也会病从口入。被人欺骗固然可气，特别是被至亲至爱的人蒙骗，那种落差感和失望，无异于万箭穿心，千疮百孔的重伤在身。但是不要去记恨欺骗你的人，记恨只会让你的心更累。相反，你可以去试着放开欺骗你的人，不再去相信他，就是对他最好的惩罚。就像电视剧《琅琊榜》里所说，凡是人总有取舍，你取了你认为重要的东西，舍弃了我，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若是我因为没有被选择，就心生怨恨，那这世间岂不是有太多不可原谅之处？毕竟谁都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以我为重。无论我如何希望，也不能强求。我之所以这么待你，是因为我愿意。若是以此换回同样的诚心，固然可喜，可若是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而欺负你的人会替你挡灾。弘一法师说，期望他人幸福，他人或许不幸福，但你却一定是，因为你内心美好。嫉妒他人幸福，他人或许不幸福，但你却一定是不幸福的，因为你内心缺乏美好。行善者，福虽未来，祸已远离；作恶者，福祸虽至，福已远离。这即是内心善良，凡事皆可善良。内心美好，
凡事皆可美好，所有的因果法则本质上都逃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一条终极原则。命运中的因果即是这样，别人对你做了恶，必然会承担他自作的恶业，欺负过你的人将来也会替你受苦。老一辈常说，父债子偿，父债子还。人世间的债并非只是钱债这么简单，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债、人情债。他人欺负你，就是在你身上欠下了债，这种债不化解，来日也会变成其他祸端降到他的身上。正如《了凡四训》中所说，福自我作，命自我求。命运中的福与祸，悲与喜，都不是天定的，而是自求的，这也是真正的自求多福。3. 打压你的人会替你遭殃。天道有轮回，人事有因果。生活中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其实背后都是暗物质和暗力量在做决定。这些暗物质和暗力量其实就是我们身上带着的磁场，磁场会决定你吸引来什么样的人，同时也会影响你的人生际遇。心平气和、待人随和的人，所遇所见都是宽阔，处处与人为敌。与人不善的人，身上的戾气太重，也会招来矛盾丛生。你遇见什么样的人，都是你自己招来的。同样，你对他人的戒心太重，锐气太深，身上的刺扎得太深，这些刺也会反向长在你的身上，伤害别人的同时，也在伤害自己。因此，如果你遇到了总与你不对付，事事都在打压你的人，不用跟他横眉竖眼，相反，你更要与他和睦相处，与他心平气和，不要将他身上的戾气转移到自己的身上。他自己种下的恶果，也应当全数让他自己奉还。无道无亲，长与善人，善恶到头终有报。短期来说或许不尽然，从长期看，善因结善果，恶因招恶果，因果报应准确无误。善为至宝，一生用之不尽。心作良田，百事耗之有余。世上所有的福气，都是你积攒的善良、努力、好心态和一切好习惯。菜根谭里讲到，不昧己心，不近人情，不竭物力，三者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子孙造福。照耀人的唯一的灯是理性，引导生命于迷途的唯一手杖是良心。有良心，有情有义，节制不奢，人生能秉持此三点，必能无悔、无咎、无怨、无祸。人这一辈子，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内心一定要有所权衡。再久，不忘恩情；再难，不失诚信；再苦，不伤人心。只有不忘恩情，才能获得他人更多的帮助。
不失诚信，才能在社会中立稳脚跟，不伤人心，方能在无形中埋下福报。佛说，人若欺你，天会护你；人若欠你，天必还你。你尽管善良，福报就在路上。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若要快乐，与人为善；若要幸福，与己慈悲。往后余生，愿你我无自私之心，常念人恩，善心生愉悦，自然随和，无纠责之意，随遇而安，福心常满足，自然祥和。很多古代留下的传统，由于科学的局限性，让人们产生疑义，而善恶有报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常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古人智慧的结晶。进入现代以后，美国神经专家在研究中终于发现了善恶因果报应的秘密。根据研究显示，善恶有报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如果我们种的是善因，就会得到善果；如果种的是恶因，那必得恶果。若是有因而无果，那必然是果还未到。这些话流传了几千年，古代先人们用大量的事例和内观的方法得到了这个道理。在现代科学研究中，也有大量的研究成果证明了这个道理。相对论告诉我们，物质和能量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的意识本质也是一种能量，它与物质世界的本质相同，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古人说的天人合一也是这个道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是波，而波是虚无的，也就是没有任何实体的一团能量。这种能量被科学家称为超弦，老子则叫它道。一个人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最终都会以能量的方式留存在这个时间当中。你做的任何事情，最终都会以相同的方式回到你身上，这个被称为报应。至于何时反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反噬，那就是时间问题了。据媒体报道，英美两所大学，加德夫大学与德州大学的联合研究显示，恶有恶报是有科学根据的。统计发现，少年罪犯的身体虽然常比起同年龄的守法少年强壮，但当他们步入中年之后，健康状况就急速下降，住院和残障的风险比正常人高出好多倍。这比较好理解，很可能跟犯人的不良生活习惯与心理状态有关系。科学家在神经化学领域的研究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当人心怀善念，积极思考时，人体内会分泌出令细胞健康的神经传导物质，免疫细胞也变得活跃，人就不容易生病。正念长存，人的免疫系统就强健。而当心存恶意、负面思考时，走的是相反的神经系统，即负向系统被激发启动，而正向系统被抑制住。
身体机能的良性回圈会被破坏，所以善良正直的人往往更加健康长寿。同时，美国有份杂志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坏心情产生毒素》的研究报告。报告中称，在心理实验室中的试验显示，我们人类的恶念能引起生理上的化学物质变化，在血液中产生一种毒素。当人在正常心态下向一个冰杯内吐气时，凝附着的是一种无色透明的物质，而当人处在怨恨、暴怒、恐怖、嫉妒的心情下，凝聚起的物体便分别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通过化学分析得知，人的负面思想会使人的体液内产生毒素。最近，美国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合作研究了社会关系如何影响人的死亡率的课题。工作者随机抽取了7000人，进行了长达9年的跟踪调查。统计研究发现，乐于助人且与他人相处融洽的人，其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优于常怀恶意、心胸狭隘、损人利己的人，而后者的死亡率比正常人高出1.5到2倍。在不同种族、阶层、健身习惯的人群中，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于是科学家公布了研究成果，行善能延长人的寿命。更多不同的实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纯净、慈善、正面的思想状态能令生命健康喜悦，而恶念会让机体组织失衡与病变。这是在生理医学领域中的发现，而这些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古籍中都有系统的阐述，如孔子说过的仁者寿，医学古籍中讲过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等等。无神论者往往都会说，这只是心理意识的暗示作用，道德都是人自己制定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善恶也没有固定的标准，好人坏人也都是人自己定义的。如果一个人不在这种人为的道德熏陶下长大，就不会产生这种影响人体健康的负罪感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科学家的最新研究发现，善恶有着不同的能量频率，有着不同的物质特性。刚刚出生不久，没有经过观念教化的婴儿都有着善良的本性。当人要说谎、欺骗时，无论情绪如何稳定，但生理状态都会出现不由自主的变化，且都能被精密的测谎仪监测到。人的机体似乎遵循着某种客观特性在运转，不以人的思想状态为改变。21世纪之初，轰动全世界的水结晶形态研究显示，万物有灵，天地有特性存在，善恶在自然中似乎有着客观的标准，不是人自己创造出来的虚幻概念。当水接触到慈悲、博爱、幸福、鼓励这些良性资讯，或者是在美妙的音乐场中时，水结晶会呈现出绚丽、美妙而牢固的形态构造。而如果当水接触到负面的资讯时，水结晶的构造会变异、扭曲，
甚至根本涣散无法成型。水是生命之源，人体内70%以上的物质都是水。当人处于不同的状态时，其身体机能也都会发生类似的变化。20世纪末蓬勃兴起的濒死体验与催眠回溯前世研究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讯息：生命轮回、另外空间、因缘果报，甚至天堂地狱，原来都是存在的。人做了坏事，对谁不好，如果这辈子没能现世现报，那很可能就延续到下一辈子来偿还，直到业力偿还掉为止。甚至这个人投胎转生后扮演的角色也与前世的业力积累有直接关系。这正像中国人的一句老话说的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什么都报。这不是虚幻的说教，历史上现实中的真实事例比比皆是，与今天的科学实证相互映照。那么为什么人做了坏事后要遭到报应？在这物质世界的表象背后，是不是有着人们看不见的造化之手在安排着这一切？古人云：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宇宙运行的法则是公平的，那是稳定平衡一切物质运转的保证，让善者得好报，让坏人获恶报。但为什么做了坏事的人要承受灾祸、磨难的果报？为什么让好人的好，而不是让坏人的好呢？这是否揭示了一个更大的事实？在物质世界的背后，有其固有规律，或曰运行特性存在，而善恰恰与这特质相契合，故得长久；而恶中因有违宇宙特性，根本道法而易于败亡。正像老子所说的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现代的实证科学很讲究依据，当有了大量的科学依据时，人们才会承认和认识某种事物。所以致使很多久远时期留下的传统，因为科学探索手段的局限，而一再在人类中受到排挤和异议。善恶有报就是其中一例。尽管千百年来，善恶有报一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广泛流传，即使很多的书籍，比如《疾福消灾之道》、《因化录》等，记载了大量详实的实例，可以证明善恶有报的真实性。但中间的过程如何运作，却难以使人们接受和理解。毕竟谁也看不见过程的转化关系，只能单纯地看到报应的结果。美国凯斯西楚大学生命伦理学教授史蒂芬·波斯特和小说家吉尔奈马克从现代科学和医学的角度出发，对人的种种善行在付出与回报之间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研究。研究人员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测量表，并长期追踪一些乐于付出的人，分门别类地对每一种付出带来的回报进行物理统计和生理分析，从而揭示了付出产生的医疗作用和快乐指数。宅心仁厚，
乐善好施的人，这些善行确实对自身心理和身体健康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自身的社会能力、判断能力、正面情绪以及心态等都会全面提升。哪怕对别人一个会心的微笑，传递一个友好的幽默的表情，这些简单的行为都会引起唾液中的免疫球蛋白浓度增加。在他们综合了40多所美国主要大学100多项研究成果后，并结合长期追踪的实验报告显示的资料，他们得出了令人惊讶的消息：人们善良的行为，比如赞美、宽恕、勇气、幽默、尊重、同情、忠诚等等，这些行为的付出显示，付出与回报之间存在着神奇的能量转换秘密，即一个人在付出的同时，回报的能量正通过各种形式向此人返还，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自己浑然不知。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医学剧者《黄帝内经》中就讲到：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静是指人的精神情志保持在淡泊宁静的状态，神气清净而无杂念，可达到真气记忆体、心神平安的目的。其实静的意义很广泛，不是单纯的静止不动，而是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受到外因的冲撞时，能有豁达的心胸去包容、去体谅，而不是马上进入热战状态，唇枪舌剑一番。现代的科学研究表明，人在入静后，大脑可以恢复到儿童时代的脑电波状态，使得衰老暂时得到逆转。从这些科学研究来看，善恶有报已经超越了有神论所宣导的生命价值取向，而是整个人类在此基础上发展和生存的规律。这些科学研究也从侧面证实了古人对善恶有报的信，并不是思想的封闭和愚见，而是那个时代很大一个群体对待生命的根本看法。对善恶有报的信，也正说明人的思想是开阔的、开明的，心态的开放传达着生命对未知事物保持的谦卑。因为信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态度，所以不会随意地用极端的思想去封闭自己的出路，思想境界也很容易摆脱恶念的禁锢。开明的思想产生的效应，自然地能够感应天地之间的和谐，也正如医学古籍中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生命自然健康，自然福寿。善恶有报已经超越了玄学范围内的生命价值取向，而是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规律。有人的地方就有事，有事必然有是非。人的内心是无法看透的，世间万物的规律和法则很公平，不是你的留不住，别难过，是你的还会回来。别担心，你我活在世上，凡事随缘，信用千万别透支，那是你生而为人的根本。健康更别透支，那是你一生奋斗的主力。
凡事不能看表面，人和人的处事方式不一样，主要还是看发心。你现在种的因，决定你以后得的果。在因果面前，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辜的。人生就是一场修行，为人善良，修来善果；做人知足，修来幸福。不管是谁，背后都会被议论。无论你做得多好，都有人指手画脚。你做对的时候，没人称赞；你做错的时候，惹来怨言。人和人不同，有好有坏，有恶有善。我们没办法左右别人，却可以掌控自己。一辈子做个善良的好人。也许善良会被人骗，也许老实会受人欺，但是上天看得见，迟早有一天会把欺骗你的人收拾，会把欺负你的人教训。做一个善良的人，有一颗干净的心，不为钱财利益出卖朋友，不因名利权势伤害他人，始终把善心留存。哪怕日子再穷，生活再苦，都不忘初心，本分做人。人相貌只是皮囊，只有善良德心最贵。人只有怀揣善良，不会被世俗污染，才不会被钱财诱惑，活得踏实安心，过得轻松惬意。人这一辈子，善良为本，善良才是最不该丢弃的美德。心善之人，人品不会差；善良的人，人缘肯定好。善良就是给自己积攒福气，让自己以后的路越走越宽，越来越顺。做人宁可做一个善良的人，被人亏欠，也不要做一个恶毒的人，伤害别人。因为善良的人能心安一辈子，而算计的人只会忐忑过日子。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修一颗善心。愿你做一个心存善念的善人。人善自有天佑，修得善果，会有善终，积攒后福，平安一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